尼日利亚为什么愿意一掷千金购买中国的零瓦尔第导弹驱逐舰？恐怕尼日利亚想买也买不到。近日，有尼日利亚当地媒体表示，尼日利亚当局钟情的零瓦尔第导弹驱逐舰，并且急切想要从中国购买这艘导弹驱逐舰，以此来应对近期尼日利亚周边局势的动荡，并希望接着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威力来继续巩固自己在非洲的地位。那么对于尼日利亚这样的想法，中国会有何回应呢？会不会将零瓦尔第导弹驱逐舰出口给尼日利亚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尼日利亚这个国家。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人口大国，总人口 1.73 亿，占非洲总人口的 16%， 也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也是非洲最有钱的国家，堪称是非洲首富。同时，尼日利亚的石油储备资源也极为丰富，同样位居非洲第一。这就使得尼日利亚的发展前景被充分看好，因为其国内有着丰富的资源，能够支撑其国内的经济快速发展。因此，尼日利亚也成为非洲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但是，尼日利亚在军事方面的发展却远远跟不上它在经济上发展的脚步，没有实现同步发展，所以这也就促使他们想要迫切发展军事力量的决心。加上他们的海军唯一的一艘护卫舰拉杜号即将要退役，所以这也加快了他们对外采购海军军事设备来扩充海军实力的步伐。那么尼日利亚为啥将目标对准中国，而恰恰看中了中国的零瓦尔第导弹驱逐舰？它与中国有着怎样的联系？近年来，中国不仅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紧密相连，而且也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其中当然也包括尼日利亚。中国此前和尼日利亚达成合作，帮助尼日利亚国内修建铁路。在2014年5月5号，中国铁建下属的中国土木工程集团与尼日利亚联邦交通部签订尼日利亚沿海铁路项目框架合同，总金额 131.22 亿美元。这也刷新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单体合同额最高纪录。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阿卡铁路于2016年7月建成通车，连接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至北部重镇卡杜纳，全长186公里，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进行建设，是尼日利亚乃至西非地区第一条现代化标准轨铁路。目前，阿卡铁路每天开行5对列车，通过5年来，阿卡铁路累计运送旅客约430万人次，为往来首都和北部地区的人们提供了更加便捷安全的交通方式，改善了周边民众的生活，也为铁路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今年6月，由中国企业修建的连接该国经济中心拉各斯和工业重镇伊巴丹的拉伊铁路也已经建成通车。该铁路全长157公里，是西非第一条副线铁路，7公里的支线直接延伸至拉各斯阿帕帕港，相信未来能更好地同时满足该国的客货运需求。此外，7月，卡杜纳至北部经济中心卡诺的卡卡铁路开工建设，负责建设的依然是同一家中国企业。所以，正是由于中国近年来与尼日利亚加强紧密的联系，也为其国内修建了多条的铁路。这些铁路的修建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便捷舒适的出行方式，而且也打通了尼日利亚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对加快进出口货物流通、疏解港口货物滞留压力、促进沿线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俗话说，要想致富，先修路。所以，由于中国给他们国内修建的多条铁路，加快促进尼日利亚国内经济的发展，也加强了尼日利亚与中国的紧密联系。当然，他们也是看到中国给他们带来了如此大的帮助，也是非常的信任中国，并且把中国当作很好的合作伙伴。所以他们也看到了中国近些年在军事的发展上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有很多的新型军事武器出来，这也就使得他们看到了发展机遇，就是不想只与中国在经济方面有合作，就还想要在军事方面与中国有合作，希望能够从中国购买军事武器来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而且尼日利亚就是一个十足的行动派，而不是光说不做，他们也是有了实际的行动。由于尼日利亚急切扩大军事实力的迫切需要，近年来从中国大量购买了军事装备，其中他们的空军购买了中国的枭龙战斗机，他们的陆军购买了中国的 VT4 主战坦克、ST1 轮式突击炮和 SH2 卡车炮等重型装备。此外，他们的海军还购买了2艘 A056 外贸巡逻舰，这也使得中国军事装备在尼日利亚的军队中占据着较大的比重。
并且更加凸显他们土豪本色的是，他们从2019年开始就十分垂涎中国的052D 型驱逐舰，并且愿意一次性支付20亿的定金来购买中国的052D 驱逐舰，这真是豪掷万金。也足以看出他们对中国的052D 驱逐舰的青睐程度之深，甚至愿意不惜代价的来购买。那么中国的052D 驱逐舰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值得尼日利亚一掷千金都要购买？我们来看看中国的052D 驱逐舰。事实上，中国的052D 驱逐舰确实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导弹驱逐舰。中国052D 导弹驱逐舰长150米，宽19米，64台垂直发射，可发射红旗 16B， 射程超过70公里，战舰超过7500吨，满载排水量7500吨，并且舰上配备8组64组冷热导弹垂直发射装置，可装载海红旗9远程防空导弹和海红旗16中短程导弹、防空导弹、鹰击18反舰导弹、长剑20巡航导弹、宇宙8反潜导弹等众多导弹。它的船尾还设计有单座机库，可容纳一架最新的直20舰载直升机，并且还可以进行潜艇定位搜索，拥有先进的远程反舰导弹和反潜能力。可以说，中国052D 导弹驱逐舰的功能十分齐全和实用，是海上斗争的利器。这么看来，也不是不能理解尼日利亚想购买052D 驱逐舰了。不过，有专家表示，中国要让他们失望了，就算任你多有钱也买不到。目前052D 依旧在中国海军扩建的序列内，中国海军自己还在大量建造装配，尤其是在第3艘航母即将下水之际，可以说目前这艘驱逐舰中国自己都不够用，现阶段将其出口并不现实。更重要的是，052D 驱逐舰目前也没有推出外贸版本，只因为一个国家要买1-2艘就去专门开发外贸版并不现实。也有不少人认为，尼日利亚媒体一家之言并不代表尼日利亚政府的意思，因为现阶段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尼日利亚海军会需要052D 这样的世界一流军舰。尼日利亚周边并没有军事强国，其本身就是西非霸主，也没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目前尼日利亚军队主要需要应对来自东北内部的武装组织，这也是尼日利亚向中国购买大量坦克与装甲车的原因。而在海上，尼日利亚军队虽然需要保护本国的海上油田，但主要威胁也只是装备奇差的海盗。打海盗也用不着052D 这样的武器，拥有一些先进的巡逻艇足矣。更重要的是，目前尼日利亚军费每年也只有20多亿美元，仅为巴基斯坦的1/5。052D 的造价与维护费用并不是尼日利亚能承担得起的。即使尼日利亚海军需要购买新船，向中国出口给巴基斯坦的054P护卫舰就非常合适了。